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硅谷帮的谈话节目啊！今天非常高兴，我们请到了两位在 AI 行业都非常深耕、卓有建树的这个 senior 的这个 people 哈。那个一位是Arvin 是那个 Trinity 的 founder and CEO 欢迎 Arvin。Hello，这里，Hello，北南。你好，另外是我们硅谷帮的老朋友北南是那个 AI 开源社区的这个 infra 的 expert，北南你好。大家好，我是北南。好，今天很荣幸 Evan 过来给我们做客，我知道 Evan 非常忙，事情非常多然后就百忙之中抽空过来，非常感谢。我最开始就是找到 Evan 的时候，我自己确实是对 Training 这个产品非常感兴趣，因为他们在做一个什么事儿呢？他们用 AI 来翻译狗狗的语言你可以听得懂狗狗它的那个叫声是想表达什么。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的玄幻啊，就听起来就觉得有点感觉进入了未来世界的感觉。呃，艾文，我觉得你先聊一聊这个，就是你一开始是怎么来想到有这么一个 idea？我们都说 AI 应用在什么地方，对吧？但是你怎么想到 AI 可以应用在翻译宠物的语言？这个好像一般情况下人们不会想到这个事儿。你是怎么一开始想到这个 idea 的？啊，谢谢赵阳，对，谢谢邀请啊，很高兴跟大家来交流。首先呢，我要先纠正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呢，你看这就是你们做媒体的，然后特别想给用户一个非常 impressive 的一个说法，叫哎呦，语言的翻译，对吧？我们从来不这么称呼啊，我哦们做，，OK，对，我们叫宠物情感智能或者是说宠物行为翻译，因为它是个多模态的，后边可以展开再详细的聊。然后回到你的问题上来，其实直接点儿说，我觉得要避开跟人的这个竞争，对吧？就 AI 应用都给人做。之前有个朋友给我总结说，哎，你看别人都去卷人，你们去卷狗，那这个差异化很明显，你们的竞争就少了。这个事情起因有两个。第一个呢，是我自己是一个深度的宠物爱好者，因为从小的时候，就开始养。其实现在是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创业在完成我小时候的梦想，就小时嗯，候跟宠物的那种交流，那个时候都觉得看动画片，对吧？就觉得啊，我们跟动物之间可以交流啊，就对，这样。其实现在在完成这个梦想，然后另外一个层面是来自于你就是这个商业化上，或者说这个市场的需求上。那我之前呢，因为我在中国创业个7年，美国创业第7年嘛，那我在美国，在做 training 之前，一直在做这个亚洲餐的外卖平台，所以在做外卖平台期间，当时有很多的女生的用户来找我们的司机代买狗粮，所以那个时候想拓展送狗粮的业务，就去做用户的调研和市场调研，实际上是会发现说，送狗粮的业务不大，对吧？这个需求没有那么重度，但是实际上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这个有了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用户会来说，他们面临的问题是怎么样去纠正宠物的行为，以及怎么样跟宠物去沟通交流，去理解它的行为。那个时候，我就埋下了这颗种子，就想用技术的手段，然后帮他们来解决这个方向的问题。那借着这个往外稍微延伸一点，还有一个我个人的小小的 dream 就是，你知道咱们华人在美国是移民嘛，然后我们之前做的都是亚洲餐的外卖平台，其实somehow 还是要跟这个华人来竞争，对吧？就是无论是从业者还是这个用户，那我们其实所有的创业的人都想说做所谓的主流，所谓的主流就是首先我觉得我们华人也是主流啊，就是因为我们都是移民，但是我想做的是，就是我做所有的族裔的，而不只是针对华人的这么样一个生意。其实宠物就是行业，宠物这个行业在这个里边是有这么样巨大一个机会，所以呢，就是这么一个原因。所以我总结一下啊，就说这个 idea 的来法，一个自己的底层的情感需求本身是一个宠物的深度爱好者，而另外一个在过往的创业过程中，然后是先发现需求，再考虑用什么样的技术，然后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其实有了这个需求之后，只是用什么样技术来解决。那之前有个朋友跟我讲说，创业其实有2种方式，一种就是你坚信某一个方向的需求，然后你等风来。
然后第二种就是风来了，你跳进去，所以猪也能飞起来，对吧？那显而易见，我属于前者，就是我先从用户的需求出发，先发现了场景，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比方说大模型的爆发，这个风来了，对我们有正向的激励，所以就是让用户就是众所周知了嘛，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嗯。那你们原来在最开始拿到这个需求的时候，如果没有假设那个时候你们还没有考虑 AI，你们是打算用什么方式来做那 machine 个 learning，传统的 machine learning 就去 train 这个 model，对吧？哎，对。就那个时候，就是确实你春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它肯定很傻嘛，就用现在我们说跟现大模型比的，它肯定很傻嘛。但是我们现在那个时候就想，傻也没关系，那我就连人嘛，其实就是中间是一个 machine learning 或者是LP 的形式，对吧？然后我另外一端连着真的 experts，就是这些宠物的专家，然后一端连着这个用户嘛，就是我的机器能解决的，我就尽量帮它解决嘛，然后嗯解决不了的，我就把它推给人嘛。其实你要保证用户体验，其实这个你会发现说，我在描述这个过程中就纯粹的用户视角，或者说你要帮用户解决问题，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如果机器解决不了的时候，你也没有必要强，非得那个什么嘛。我们当时在做行为纠正的时候，做了很深度的一个部分，但是那个部分我们后来发给用户用的时候，其实体验不好，就是我们其中有一块的服务是做宠物行为纠正。就嗯是 online 的那种guidance 给用户或者教程给用户，他可以用我们这个，我们现在也有，然后去训练他的狗狗。然后我们为了给用户更科技化的东西，所以要用那个摄像头来做动作的捕捉。嗯然后你知道你在训练狗狗的时候，你知道它是准还是不准嘛，对吧？这个做的嗯对还是不对嘛，就跟健身那样。我们想做这个，但是你知道在那个过程中，这是一个多模的视觉的，对吧？然后发现其实非常非常难，而且特别是你把它集成到手机这个端侧上的时候，是遇到很多很多挑战的。比方说这样，但是你要推进这个事情，那我是不是可以把课程做的，比方我做成视频，有文字有照片，用宠物主非常容易的去 get 到这个 point，然后去把它训练，行不行？用不用那么科幻的？好像也可以，但是你说那是一个增强，对吧？但是一个是一个长线的，所以这嗯，个其实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事情都围绕着用户的需求考虑然后去考虑产品的这个发展。了解了解，所以还是用户需求为导向的一个 driven 在推着你们往是前走，而不是技术。是的，我觉得这块北南肯定很有发言权，你是做 AI infra 的，我感觉这东西训练好困难啊！你不像说我们这个数据有互联网有海量的数据，对吧？嗯，这这这怎么个说呢？我觉得对吧？也是这几年，就是可能去年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还觉得我们无所不能，我们就觉得，哎，这个多模态我们也能做啊，我们也能出视频，我们也能识别视频。但可能到了今年之后呢，因为其实也不单单是，其实大模型啊，或者说这个 AI 是在进步，但是场景呢，可能这个复杂度呢进步的更快。我们就真的发现，可能很多事情我们解决的没有那么好，或者解决不了。那个时候我们就退化，也不能说退化，可能我们进化到这个 Arvin 说的这个作用。就是我们让这个 human in the loop，我们就是说，哎，可能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依托人，但是我们因为有 AI 这一层，我们极大的提升了人的效率，节省了人的时间。原来可能100条狗我要100个 expert，现在可能说100条狗我一个 expert，然后配合 AI，我就可以完成这个作业了。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同时我又可能说这个精确度啊，或者是完成度啊，可能还更好了，因为可能 AI 和人呢，我现在一直在感觉这个1+1是大于2的一个过程，那可以把这个事儿做得更好。因为人有的时候可能忽略了一些细节，但是 AI 嗯。可能有的时候又忽略了一些把控。因为它可能99%很好，那1%它完全脱离了这个你的完全的就一开始的预期，这个就会有一个很大的落差。嗯，可能人补充一下就完美了。所以现在为什么这么多 AI 标注公司这个爆之前是吧？火，对吧？我觉得是不是正好印证了这么个趋势，就大家逐渐发现 AI 和人要结合，也不是说 AI 标注好数据给那个人标注好数据给 AI 用，也不是说都是 human 去 intervene everything，他们俩是一个相辅相成合作的对对，过程。这个就是原来可能就更加就是这个标注其实是一个老的一个产业，就是其实这个时候人和 AI 是分开的，但是就是我觉得 Arvin 这个 business 模式，这个其实就是我觉得今年可能会非常非常火的一个方式，就是说人和 AI 是交错的，可能人参与 AI 的一些这个决策或者它的一些这个结果的返回，
标注可能更多的就是说，我标注好大一大批，然后然后就我再扔过去。回来，这个你是重新训练也好，还是在 inference 对它有影响也好，那这个其实是分开的，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更好是一个交错的，我人可能在 OK，后面，对，监督。有道理。嗯另外一个层面，实际上是我们在23年做了一十个多月吧，接近11个月的，不到1年的这个大模型的增强。其实我嗯们在那个过程中就发现了一个怎么说，就是我们有一个天使投资人是 Palo Alto Networks 的 co-founder，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聊很多，所以就有一个共识啊，就是我其实一直是垂直领域的这种创业者的坚定信仰者。我一直觉得对于多数的创业者，你从垂直领域去切肯定是没问题。当然，今天在这个业界也有一种说法，就是应用都是从这个 vertical 起来，但是这是不是足够大的市场让投资人来投，对吧？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也会面临这样的挑战。但我一直是这个方面的坚定信仰者，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发现的问题，第一呢就是去魅了。这个祛魅是原来的时候你看大模型烧了那么多钱，大模型要养那么多的科学家，大模型要那么多的数据，对吧？然后大模嗯型要那么多的卡，然后这些东西好像就是你天花乱坠，然后云里雾里的，然后你都不知道那时候讲什么 foundation model 然后什么agent，然后什么 prompt，就一大堆的这种专业的词出来，然后你根本就不知道那个是个什么东西，对吧？然后我们做了1年之后，发现的问题是，第一，大模型的能力在很多的方面还不行，然后就是它需要更多的导命 knowledge，然后进来再去，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需要 action，就是要解决问题的时候，你要去那个 task，特别是跟现实世界的一些，比方说跟硬件呀，甚至可能跟嗯对吧其他的东西要去结合。像现在明显的，比方说机器人硬件自动驾驶等等这些东西，就你语音进去或者文字进去，你最后那个部分。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但是我们发现这个地方如果在这个 approach 上的话，你从垂直领域做更容易。如果你是做一个 general 的，比方像现在巨神机神，它就是很难，你什么都会，这个就是很难。对吧？这是我们当时发现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当时有一种说法没有成为共识，我们 get 到这个，我们也做了这个，就是当时有少部分的科学家在外边也分享的时候讲到说，其实训练一个小模型不需要那么多数据量，但是需要那个就是高质量的。非常垂直的这个数据，然后来训练。嗯所以我们呢，其实当时就 get 到这个，然后我们就研究说有没有可能用这样少量的高质量的数据，然后训练一个垂直的模型。所以你看，嗯我们这个模型就只能 detect 宠物的行为，翻译宠物的行为，嗯理解，对吧？然后把其他的东西再加进，比方语音实时什么的东西那些再进来，就是通用的这些。但是其实我们的模型严格来说能解决的问题，其实是非常非常垂直的。就别的嗯东西我都不知道，我也不想让他知道，对吧？这样的话我就更专注，然后我要的量少，高质量，然后我把这个地方做好，这是就是一个想法。然后那你出来的结果可能它不比大模型差，至少在这个方向它不比它差。所以当时的时候，在这个 infer 上就觉得，在这个路径上，在考虑的时候，那我没考虑的。但是它背后的难点呢，实际上是，比方说，第一个就是说，你纵然是少量的数据，high quality 的数据，但是你也得有这些数据，这是其一。其二，对我们刚才聊了很多关于数据的标注，然后这个里边涉及到一个叫专家标注或者是专业标注，对吧？就对是这个 supervisor model 这类的里边，然后它面临的问题就是。它不像其他的那些说，哎，我是一个人力外包，你现在像 CQR 之前都有很多外包，然后可能高中生都能做，但是你在专业层面的这种模型的时候，要专家来标注，那你怎么组哦织专家，它的成本、效率等等这些对问题，它就面临新的。然后你看现在市面上就很少有做专家标注的这种数据标注的平台，只有少部分的，对吧？就是，但是你专涉及到家少啊，没那么就少啊。多专家。对吧？你医疗教育心理这是有价值，学什么像我嗯们这种动物行为学，然后这个里边它面临着大量的问题，就是你比方宠物的行为学、心理学、健康学，它可能在这里边都要牵扯，然后就会面临这个问题，然后最后才是说你模型怎么样训练，然后你的数据成本然后效率就等等这些，所以这些都跟 infra 有关。所以只是我们就是当时，因为你知道这个有个好的天使投资人还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对 align 了这个意识了之后呢，所以我们只是下手快，我们就开始，当然我们从 day one 就开始做专注宠物行为嘛，
那我们也有数据的基础，然后又有多模态训练模型的能力，然后我们也跟科学家的团队合作，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不断摸索吧，可以这么说，这么一个过程。对。你们初期这个专家、这个科学家从哪获得的？这个最开始，哎，好问题。这个呢，其实是我们有个 advisor 是那个就是全球最大的宠物护理公司，其实是马氏集团的Pet Care Department。哦，马氏就做糖果的那家公司啊，对，哎，对呀，全球第对他也搞全球，这个。他还做对他们也宠物呢。搞这个。全球第二大的是那个雀巢集团旗下的叫 Purina 的那家公司，哎呦，就那个 department。对，然后我们有个advisor 是这个马氏集团他们宠物事业部的innovation 那个部分的一个负责人。然后呢，他有20几年在马氏集团工作，就是做宠物护理相关的，这个 innovation 相关的这个经历。所以呢，当时我是让他帮我推荐的，是动用了他们公司的关系帮我们找的嗯，啊。哇，所以你知道，题外话啊，就是很多人说问我说，哎，中国美国创业的区别，其实，在创业这件事情，我觉得利用资源上有很多时候也没什么差别，就是你该利用你的关系，也得利用你的资对源。我觉得这就是关系的一种，要不然人家也不搭理我，对吧？对，因为你这抖妹非常非常 unique 呀，你没有专家的帮助，东西就很难起来啊，对吧？是的。那我们回过头来说，我们刚才一下就聊得非常深了，就聊到这个对，真的一会儿去了啊。我回过头来，所以你刚才说我说的不对，对吧？不是翻译这个宠物的语言，是一个行为的一个洞察。那它到底能洞察些什么？比方说，我回家啊，狗狗非常开心的扑过来冲我汪汪汪，那可能是说哇欢迎回家，对吧？那就是一些场景它是能够 detect 到，能够准确的能够帮助这个宠物表达它是什么意思嗯。它 coverage 大概在什么一个范围内呢？其实，如果从数字上量化的话，我们现在能够detect 120个狗的品种，然后基于十三种情绪演化出来的它的行为，我们模型都是可以去翻译的。然后这个翻译的背后，就是说我们不只是叫声嘛，就是我们有几个模型，因为我们是多模态嘛，然后我们有几个模型，有叫声的模型，有照片的模型，有视频的模型，也有就是你到 mix 在一块儿的这种模型。所以我们说，只是在给用户的时候，我们让用户觉得你去录一段狗叫声，拍一张照片，还是上传一段视频，我们都能给你翻译成这个人的语言，对吧？是这样的，那是为了简化用户端的这个使用流程和这个体验，用户也不需要知道我们用什么样的技术，他只需要知道说，哎，这个狗狗现在是什么样的。但是这个过程中是第一呢，狗狗的叫声，我认为是语言啊，当然这个有 challenge 对吧？就是这个不贡献，但是我觉得要加个定语，叫有限信息的语言。其实，在世界上，我们现在地球上有860万种动物或者生物，对吧？然后跟我们共享这个地球，然后实际上能够跟我们高阶人类这样能够有这种高阶智慧和语言的，就除了我们人，基本上就没有。但是科学界现在什么蓝鲸、海豚、猴子，对吧？很多甚至鹦鹉这些，那他们是不是在表达？其实前一段时间，这个 Nature 也发了一个那个文章啊，就是很多科学家现在也在不断的解析这个过程中，科学家也认为它是的。然后它也有群体效应，就是群体的那种信息的传递，但它确实达不到像我们人类这种程度，所以我刚才讲的是一个有限信息的语言。那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有这么几点啊。第一个呢，我们人和狗之间最大的区别不是语言，然后有2种，准确的说有3种。第一种呢是，我们和狗狗之间最大的是文化的差别，就是我们人的语言和我们的文字形成了对应，所以我们形成了文化，文化是可以这个传播的，对吧？然后我们可以通过文字、文化、图片这些东西去学习，然后父母教。我们小时候出生的时候，我们也不会，我们的语言是不被遗传的，对吧？嗯，然后我们也不知道，也是老师教、父母教这样过来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人具备深度逻辑，狗不具备。但是狗具备情感表达是 OK 的，跟我们人类一样。现在已知的大概就是狗狗最高的认识1400个单词，大概就5岁小孩子的这个年龄，你这可以理解。么多吗？对，哦，
就现在已经已知的这样的，所以它还是在情绪表达方面为什么可以啊，就是这样。但是你要是说让狗能够给你理解什么天文地理、股票炒，对吧？就是这些东西啊，那纯粹扯淡，它不具备这个。那这个区别在于哪儿呢？我们人有160亿的神经元，狗狗只有5.6亿，所以它做不了这么深度的啊。这个不能违反科学嘛。然后就是这个部分还有一个是生物特征，我们人因为从这个猿人进化到现在的智人，整个的过程中走了几万年，然后我们的口气，比方说这个口腔啊、音色呀、音带呀等等这些东西，我们都已经做过进化了，所以我们能够发音什么的。狗狗它发不出来我们这样连续性的这样的音，只能个别的去发，但它在那个过程中，它们那个群体之间是有一些信息可以表达的啊。然后，但是他们在表达的这个过程中，其实会通过很多其他的形式，除了叫声之外，它的耳朵会动，它的眼睛、它的尾巴、它的身体，还有各种的信息的这种表达。那这些信息都可以传递它的所谓的行为嘛？那这种行为我们是可以解读的。那这些行为解读完了之后，其实在产品形态上，你们只需要记得一个词儿，就是拟人化。就是我们把这些信息变成人能够听懂的这个语言，对吧？这个语言不只是说告诉你这个事实是什么，我们自己的产品一直强调的是对话式的交互方式。就是现在你看 ChatGPT 里边有一个实时对话的嘛，就是我们是一个多模的可以完成这样的，就我们想做到那个样子，就是你跟狗狗说话的时候，狗狗的反应、心里话、面部表情，对吧？然后它的语言、叫声、肢体动作，我全都能够给你翻译。我基于这个翻译成 human language，然后听，然后你说，假设这个时候你说你让那个狗狗你给我滚出去，狗狗瞪你一眼，它应该说 fuck。是吧？它应该是这样的，就因为人的反应应该说“我操”，你让我出去，应该是这样的，对吧？那当然这个是脏话，可以打掉了。就我就说的意思。那这种时候，这种回应就是人类语言的这种嘛，对吧？那我就把它这个表情或者狗狗现在的心里话，它就让那我们是一个拟人化的过程中，那这个背后，当然这个里边我们所有的拟人化的做这个语义扩展的部分，不是瞎搞的。是要基于科学家对狗狗的行为，就是刚才讲的动物，就是行为学、心理学、健康学，它的整个的这个过程的解析，然后我们基于那个适度的去扩展，而且包含像健康，很多人觉得，哎，这个狗狗的对话有那么重要吗？然后是不是一个刚需？我也会被这样的 challenge。它就是这样，就是我刚才讲了，我们强调的是这种对话式的交互方式的时候，你的语言最大的优势有两个，一个是信息密度特别的高，对吧？就里边包含很多的信息，然后第二个可以保护情感。所以在保护情感的部分呢，就是宠物是我们生活的陪伴，所以 emotional power， 对吧？这个很多宠物主说，哎，它需要给我情感价值、情绪价值，对这个我们可以语言可以极大的提供。另外一个就是语言里边的信息，信息除了这些 emotional 的之外的东西，是不是还有很多别的信息？比方说健康的，对吧？然后可能对这个以狗狗的视角对世界的不舒服了，认识的这些东西。但是，比方说当狗狗的健康状态像你刚才讲的不舒服往外表达的时候，我们并不想告诉他说你的狗狗不舒服，这个没有共情。我们是想告诉你说，哎，妈妈，我现在不舒服，你可以带我去看医生吧，对吧？跟个小孩子一样，既共情，然后又把这个专业的东西也渗透到里边。这个是我们的追求，而且我们认为这个才是当下的大模型。我一直强调，LM 的缩写是它的全称是大语言模型，对吧？那语言的话，实际上是说这种语言交互过程中，它的智慧、它的内容、它的效率、它的情感等等都融合在这个里边。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这种方式，它就可以很好的体现这个大模型的能力啊。然后这就是我们的追求。而狗狗呢，确实是就是不会说话，然后给它安上了一个电子嘴之后，它可以和人类一样去表达它的情感的时候，这个就给了我们一个巨大的机会，然后去跟狗狗做深度的这种情感的纽带也好，或者什么样，会增加很多很多的趣味性，是吧？是是是。对哎，这个地方贝莱，你说。
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主人的这个情感价值，这个是真是非常巨大。就等于说，这个养了个狗，它这个本来这个狗可能只能给你提供1份的情感价值，有了这个东西，可能就是10份、100份的这个东西就可以回馈过来了。这个狗就感觉对，就跟养了一个小孩子一样，因为它能说话了，对不对？哎，你们还记得有一个电影，就是这个好多狗前面是啊，有一个显示牌显示器，它就可以显示这个狗心里它要说什么。对吧？这个真的是你们做这个事儿，就是科幻照进现实了，这个真的是很有的一个东西。对，这就是我们的 dream 嘛。对对对对对。哎，那你们会想把人的话给它翻译成狗的对呀，对呀，是双向的嘛。语言吗？这样就变成呃，双向的了。是这个我们也有做，但是我们严格来说没有做那么多，就我们现嗯在做了18个场景底下的。然后对，我们是可以把部分的人的语言翻译成狗的这个叫声，再放给他听，嗯这个我们也有做的。然后这里边的挑战实际上是什么呢？就刚才讲的，就是我们得尊重科学，这个科学是一个高阶智慧，然后翻译成狗的这个叫声的时候，这个地方特别有意思，我们发现人类特别的贪婪，就是贪婪。贪婪。然后这个度呢特别的很难掌握，就是我们现在因为18个场景底下，严格了，狗狗有2种语言，一种是心智语言，一种是社会语言。然后它的心智语言呢，就是基因里带的，所以它那个群体性的，它们之间的这个信息交互，它都能听懂。所以我们只要破译那个，然后我们这种模拟成类似的叫声放给他，他就能听懂，知道是什么意思。比方饿啦，然后有危险或者什么什么的等等这些，对吧？要求我啊什么的一大堆，它这个都 OK。但是还有一种呢是社会语言，社会语言呢是我们人对它的影响，我们教它的，我们教它英文，它就会英文。所以 by the way，狗狗是有方言的啊。是肯所以定。我是这个方言的来源是来自于我们人类对它的这个影响。当然，狗狗本身也有那个地域性的群体的语言，比方说你北美的狗和亚洲的狗，就是纯粹的心智语言的部分也是有一些差别的，哦，这样。但差别没有那么大。对，但社会语言就会差别特别的大。比方咱们说中文，对吧？然后又跟它说英文，所以你们家狗可能既能听懂中文，又能听懂英文。但如果我只跟它说英文，那它就只能听懂英文，对吧？说中文它就听不懂。这个是有，这是说我们人类的影响。但嗯是我们在把社会语言翻译成狗狗的这个语言的时候，我们会面临着就一个刚才讲一个挑战。我们人类是有很大的欲望的，这个欲望就是今天在公司里边不顺啊，老板骂了我一顿什么什么，我回家要跟狗狗说，你看我这个傻逼老板又骂我今天怎么怎么啊一大堆。狗狗没有职场意识，对吧？它完全不懂，它知道你在可能就是你的情绪、你的这个表情什么等等这些东西，它只能听懂少部分的那些东西，对吧？然后这种时候，你给它灌输了之后，你给它翻译成狗的叫声跟人的语言一样，哒哒哒哒哒，狗全都听懂，这个是纯粹，就是我这个说是不可能的，或者说是非常非常难的事儿。就跟脑机接口，你说我把信息灌进去，这个人就知道有这个智慧了，就你可以理解为就是那个难度是非常非常难的。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得分哪一些能，哪些不能，对吧？那这种情况下，即便是如此，然后翻译到用户那端，还会面临这个问题，就是你的狗狗学没学过这些东西？你比方说，就是这个有没有这个 knowledge base？我们小孩嗯。儿，你想啊，你跟他说给爸爸去把烟拿过来，那个小孩得知道烟是个什不是烟，么东西，对吧？对，哪个是烟？然后你跟他说把那个黄鹤楼拿过来，他得知道黄鹤楼说什么是黄鹤楼，而且是个黄色的盒子的那个，对吧？硬核的软核的，他得知道，就是这个是我们教给他的。那为什么我们不教狗狗？我这个是我们在实际当中发现的，很多的用户觉得我不需要教他，他就会，就我只要给他整成狗叫声，他应该就会。这纯粹扯淡嘛，对吧？就这个违反科学。那人是有这样的欲望的，然后就说不会，然后回头他就说，哎，你这个玩意儿不准，对吧？然后我们就这样，这是一个挑战，就是你给他的信息太多，实际上也不能够，因为他的神经元不够，对吧？他也达不到那种。哦。然后第二个就是你给他，第二个是给他的 knowledge base 不够啊，你没有教他，他可能比如拿过来遥控器啊，抱一抱，他都没学过，但是他就不会做这个 reaction，对吧？然后最后一个是什么呢？是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东西是，狗狗假设听懂了，它不做任何的反应，它是听懂了还是没听懂？这个我们在现实生活经常遇到的一个嗯，现象就是，你比方说家里都有孩子，对吧？你看孩子在打游戏的时候，玩手机玩的正嗨的时候，你说去把手机放下去做作业去，不反应，对吧？嗯。他听懂了吗？听懂了，为啥？因为他沉浸在这个过程，他不想屌你。
它不想理你，对吧？就面临着狗狗也有类似的问题。当然，狗狗的智商是有区别的，比方像边牧就非常的 high level，对吧？那边牧有可能就是听懂了不搭理你，它不想回应你。那嗯，你说是听懂还没听懂？那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说，你到很大程度上，我们也觉得冤枉。那他不听的，他听懂了，他不做任何的反应，那我怎么办？对吧？所以就是说，你知道，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在产品化的过程中，比方这个部分，其实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挑战的啊，所以是一个对。双向的，对。对，很厉害。我感觉你们在做一个事情，真的是一个开拓先驱的一个角色，因为在这个市场，我甚至都不能说它是个市场，这个在你们没有出现之前，甚至都没有这个市场，对吧？所以说有很多这个问题，甚至是你们做到这个地方了以后，才发现哦，还有这样的问题要解决，而且是确实没有很多经验可以去借鉴，就是等于去照搬了，完全要靠你们自己的这个思考、自己的技术能力以及跟市场用户需求的结合来决定这个产品形态应该怎么做，然后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来打造我们的这个 strategy。我觉得聊到这儿了，你们接下来想把这个产品最终做成一个什么形态呢？就听上去现在已经有一些基础了，我们可以翻译一些狗的一些基本的情绪行为，然后也有少量的人的语言可以翻回去。那最终你们希望这个产品形态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在你们的这个愿景中？我们的安定 Go 是做一个 AI base 的专业的宠物服务社区，这个是我们的就是就是安定 Go，这是我们想做到的最终的一种形态。然后这个过程中，呃对当然有一些简单点说，我们有3块儿，一块儿呢是这个宠物情感智能，然后还有服务，然后还有健康医疗相关的。然后我们是有这么一个就是呃这个产品的架构吧，就大的这个战略上。然后我们现在其实上对，就是我们现在的问题，你会发现说，你看为什么我一开始我说我要纠正这个，当媒体在传播我们的时候，会说狗语翻译器，对吧？就是这样说，然后用户就觉得哦，狗狗的叫声把它翻译成人的语言，这个就很容易理解，它很容易被用户记住，对吧？但对呀，我其实看了这个新闻以后，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哦，他们能够翻译宠物的语言，我的 对 take away 就是这个，对，是的，所以这个就用户就很容易记住。但实际上，你看我刚才讲，我们是一个多模态的，是一个行为翻译，它背后有很多很多的科学和很多的技术在里边。然后包含我们的整个产品架构模式底下也是。然后我们还另外一个还在考虑，就是说我们的理想是打破物种之间的沟通边界，然后提高它的幸福指数嘛，然后就增强人，就目前这个部分，我们就增强人和狗狗之间的这个情感嘛。这是我们想做的事情。然后这个情感呢，当然直接交流是一种情感的增强，然后你跟它其他的交互也是情感的增强之一。然后狗狗毕竟是一个有真实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物种，对吧？那这个过程中，我们还希望帮宠物主去解决很多它的真实的需求，所以我们也有一个 agent，这个 agent 会基于对狗狗的个性的了解了之后，从狗狗的真实意图出发，去帮狗狗选择狗狗真正喜欢、想吃、想用的产品。那这个部分是一个啊，专业服务的社区，对我还没有用上 agent，狗狗先要用上 agent。对，我们把宠物主变成 Copilot 的这样的形式，这个部分我们已经有3.5万家的线下门店了，在北美就是我们是跟现有的服务去做深度的结合的，所以我们其实简单点说，我们其实想做成一个平台式的这样的一家公司吧，就 AI base 的专业宠物服务社区。就总结一句话是这样，但是它是一个平台 base 的。然后这个过程中，情感智能要软硬件结合呀，要跟 local 的 service 结合呀，或者要跟医疗结合呀，那个都是具体的解决用户某一个端上的需求的时候，这个 resource 是吧？但是我们核心是这样一个。我觉得这个好像是不是对本身宠物市场也会有一个很大的促进的作用？本来你记不记得我们上一季聊过一个情感陪伴的一个 AI 的一个？对呀，我觉得好像啊。对，当时我们觉得哇，情感陪伴当然是一个很强的需求，对吧？有一个 AI 可以做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今天我突然就思路打开了，它不一定要是一个虚拟的陪伴，对吧？一个
宠物的陪伴，如果有 AI 的加持的话，这个陪伴本身的质量会是非常高的，对吧，北兰？真的是成倍指数级的上升啊！就原来可能人都要人来陪伴，现在不用了，而且这个我觉得比纯 AI 陪伴又更好，因为毕竟嗯，真实一个狗狗在你旁边，然后你们又能这个情感的交流，这个真的是很，我觉得从意义上你对人的帮助来说，这对人的真的是很重要。对呀，回到你刚才这个问题上，你不觉着？你仔细想想，你不觉着我们跟 OpenAI 特别像吗？你看啊，OpenAI 有 ChatGPT，对吧？嗯哼，是一个模型。嗯然后呢，我们有这个宠物情感智能这个模型，能够对话、情感交流，对吧？这个就嗯跟 这个 ChatGPT 特别特别像，对吧？然后当然现在是传闻，就说 OpenAI 在做硬件，对吧？做生命对，的记录器这种，然后翻译啊什么的，然后做这个。那我们也在做硬件啊，细节不讲了。那我们也在做硬件，你走在他可以 们前面。是，但是我就说从模式上来讲，然后那个 OpenAI 最近做了 AI for Shopping，对吧？在那之对，前，那个 Perplexity 也做了这个。那我们其实 Agent 去连接线下的宠物服务的部分，其实跟 AI Shopping 是非常非常像的嘛模式上。嗯，你发对。现这三个，就我们也做了类似的事情，就是说，纵然我们是一个垂类的小的，但是其实在商业模式上是很多地方都是类似的。哎，这也是我你们最吃惊的地方。就我听了你讲之后呢，哎，我觉得其实我本来以为这你们说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模式，但我发现哦，我就是说在 AI 这种对 infra 的使用啊，对 AI 这个算法这种，还有对这个 AI 这种调整上的一些优化上面，我们这个方法论是通用的，对吧？我觉得这是真的是通用的。我很惊讶，哎，这明明是这是一个喂狗这个产品，竟然是这么通用的一个方式，我觉得而且这也是跟你相关的，跟你的工作相关的部分，我再给你补充两个，就是我们宠物行为翻译的部分的这个模型是我们自己的，对吧？嗯我能翻译出来事实，然后呢，我们要把它拟人化，做成语音跟对话的这种过程。那你看这个里边儿什么 TTS 这种技术，对吧？然对对对，后这个MCP 啊，然嗯，后 memory 就等等这些技术，对对。就是现在大家 agent 里边通用的那些，我们也得用。为啥呢？嗯因为这个狗狗在跟你对话的时候，那昨天吃了什么，上个星期吃了什么，比方说，什么样，对，你要不要想起来，对吧？要不要在这个对话当中体现？如果要，对吧？你要，然后你还要考虑说这个低延时的问题，比方说实时对话的时候还有这个低延时的问题，而且我也们是一个多模的时候，就到了自动驾驶程度的那种多模，那这个跟你对，做的特别像，对吧？正想说，你这个其实跟自动驾驶的这个就已经达到一个同对一个 level 的要求了。你要有片段的视频，一个这个 scene 的这个东西要出来，还要有一些图片辅助它，然后还有声音，你这可能比自动驾驶对，要求还要高。哎，差不多一没错，个雷达。这个地方这个高的部分在于说车很大，嗯，然后呢，它的算力又很强，对吧？对，然后那个又很先进。我们现在最 high level 就手机嘛，就是我在手机上。但如果我要做到端侧的设备上，就纯粹的宠物硬嗯，件的时候，那我肯定达不到车的这种程度，对。那我会面临着更大的挑战。是的，挑战，你的感受器也少。如果说你能感受到一些气味啊，对你可能更有帮助。但你可能对对对对对，只能拍一没错。个照片，或只能录一小段视频的时候，那这个其实对这个就更难做了，让他。所以你看，在 infer 上，就说我们跟其他的模型也没什么差别，但是在这个交互方式上，你会发嗯，现啊、又有很多其他的差异化的地方。在商业模式上，你会发现跟 foundation model 其他的这些大家最终思考的路径也是类似的，对吧？还是嗯，要帮用户解决问题嘛。对对，这个很你们大的挑战。等于是在狗狗宠物世界里再造了一个宠物版的 ChatGPT 这种感觉是吧我 GPT。？ChatGPT 做过的事情你们要重新做一遍，但是是在宠物的这个世界里。对，有点类似，嗯。OK，非常 interesting 啊，这个就让我们对你们公司做的事情又有更多的了解。呃，然后我其实抛开我们这个你现在在做这个 training 这个项目本身哈，我其实对你个人的这个呃一路走来的这个经历也非常感兴趣。我知道这是你第六家创业公司了，对吧？就说明你一直在这个创业的路上。前进，你前面也提到了，做过这个华人餐饮的送餐，对吧？也做过电商，然后线下的这个零售，都有。呃，你这么多年来走下来，是什么在指引着你呢？就是你这个方向是怎么
就是你是不是有一个明确的方向？从你个人的发展的角度来说，我一定要做一个什么什么事儿，因为不同的商业肯定它有不同的使命了，对吧？你做权嗯嗯。力的使命跟做送餐的使命肯定是商业的使命肯定是不一样。但是从你个人的角度，你一直在追寻的是什么？就是我很好奇，像你这个做创业做了6家公司这么多，呃，这个中间的主线是啥？对于你来说？呃，最核心的一个，其实就是我认为改变社会的路径最短的是创业。就是你用创业这种方式是去改变社会的最短路径，可以这么说。就我们职业上也 OK，比方我加入公司去上班什么也 OK，但是你知道你的 ownership 不一样嘛？你从员工然后做到高管，然后你可能才有更大的 ownership 去改，但是那个过程中可能还有很多就是比方说组织架构的问题啊什么的这种，然后你创新的时候可能就会慢，对吧？就你在改变起来就会弱，但它有它的优势，对吧？但是我觉得从我个人的角度就是这个。所以我选择就是用这样的方式，然后来改变社会。但改变社会的过程中，就是改变大还是改变小？最开始创业的时候，实事求是的说想赚钱。我觉得嗯就是说做个生意人，然后他是那个最直接的，靠你的双手把钱挣来，对吧？就是一个非常直接的方式。但随着这个创业的进程，呃，不断的延伸，然后特别是到美国来创业之后，原来在国内创业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希望用，比方做移动互联网平台，就是希望用技术来解决我们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啊，这个嗯就是这个使命或者这个愿景，然后又能挣到钱，对吧？这个可以直接。然后我当年有一个特别额外的理想，就是说我想做我们，虽然我们学校不是特别出名啊，就是最牛的这个校园，我觉得我要成立一个奖学金，可以帮更多的人。那奖学金嗯，得有钱，对吧？我创业就有对，个动力，然后去做这个事情。所以，别人有这样的一些东西在影响着自己。但是，其实真正到美国来创业了之后，我会发现有个很大的不同。我们是华人，就是你知道，我们还面临很多问题。我不知道你们俩怎么想啊？就是我们华人在美国很多的时候，就我刚才讲了，我们是就是我们要去 target 的主流，对吧？所谓的主流，但是我本地认为我就用户，是主流。你知道吧？就我的想法是，我认为我就是主流，因为美国都是移民，对吧？严格意义上来说，美国的主流只有印第安纳人，对吧？这个嗯原住民，对吧？那其他的都是移民。但是你会发现说，我们华人这个移民在美国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嘛？就我们因为国家的强大，导致了我们会被各种的这种问题出来，所以这种时候，那华人在美国要帮助华人。对吧？那我觉着就是说，为什么说前面我讲了，宠物这个行业是一个穿越所有族裔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嗯然后呢，没有多少华人在这个领域里。严格的说，在美国本土上，就是 local 来做宠物生意的，其实比较少的。如果我们能成，比如像 Zoo 这样，在大的市场里，假设它能够成功的话，那其实我的产品、我的商业，包括我的故事，它都是有很大的这个影响力的。那这样的话，我有足够的能力可以反哺我们的华人的社区。嗯对，就是现在，其实我的 dream 是这样，就是如果说大的 dream 上，我肯定是要做更大的这个society impact 的这种嗯，事情。对，但是你从像黄个人的仁勋一样啊，嗯呃，那我肯定现在达不到嘛，对吧？但是我希望如果有一天能够实现大的，就大成就是大的帮助，小成就小的帮助。但是我希望设计这么一条路径。然后另外一个从个体上的话，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现在再去做一个新的公司的时候，其实就是之前的公司没有走完完整的商业闭环，比方说上市，对嗯吧？然后这样一个完整的商业闭环还没有走完，所以我希望就是开启一家新的公司的时候，然后可能有这种幸运，然后能够把整个的大商业闭环也走完，这样的话就可以帮助我在前边那个 dream 上建立一个很好的基础啊。所以其实是这样一个，那你最后落下来，个体上来说，创业也是职业的一种，它也是一个职业。就是。是很多的时候对，就是类似，反正你选择了就认嘛，就是自己做自己擅长的事情。嗯，我们经常在一些私下场合也大家聊，就是华人群体在美国的一个发展问题啊，最直接的就是说，大家在各个大厂，对吧，都要跟这个白人就不说了，对吧？咱们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印度裔，对吧？我们在这个 嗯科技圈，对吧？印度裔都是外来移民，然后怎么竞争？而且现在看起来好像形势也不是很乐观的样子啊，但是。反而是说在创业这个赛道上，
感觉其实是大家其实是拉平的，就是嗯。最后归根结底，就我们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对吧？你就是比拼你的这个产品，比拼你的 idea，比拼你的执行力，比拼你对市场的洞察力。所以反而在这个角度能够脱颖而出的人，他其实机会其实更多一些，比起你在公司熬资历，然后 play politics，然后再怎么地，其实创业确实是更直接、更 direct，能够影响到整个社会和华裔族群的这么一个方式。我也非常赞同你的这个愿景，我也非常佩服你的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我们确实非常需要有更多的成功的创业者吧，在这个社我会。我个人的理念，首先我非常同意啊，这个数字也有支撑，就是其实在这2年大模型起来了之后，在去年的时候，这个数字还是46%，就是在美国做 AI 从业者的华人，大厂算上创业的所有的 researcher 都加在一块儿，就占比46%嘛，这个有统计，今年已经超过50%了嘛。所以嗯你看哈，这个数字对于我们在整个行业里边的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大。那美国现在在制定这些政策的时候，要不要考虑我们的影响？肯定要考虑啊。假设他把华人都 remove 掉，那整个 AI 产业就黄了，对吧？就没了。那他肯定会有，那他就是说，你这个总是要有一些顾忌嘛。那这些顾忌可能就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机会，然后我们就可以很好的生存下去，或者找到新的机会去突破，对吧？但是假设我们现在只有5%呢？我们在这个行业里的影响力5%，那是不是就可以把我们就忽略掉了？我们就完嗯全没有声量，对吧？那如果我嗯们假说占到80%了的时候是什么样？可能这些规则都是要我们来重新制定的，但我们基于美国的法律去制定，对吧？就这样嗯的一个基础上去制定的，所以这个影响其实现在肉眼可见的，无论是就是在 AI 领域的创业、科研所有的东西，其实它都在我觉得还是会在发生一些变化的。那如果我们出来更多的像从大陆来的这些移民的创业者出现像老黄啊，像苏妈呀，像更多的像 Eric 这样的企业家的话，你想，如果我们有100家这样的公司，那不用那么大，就是说上市的公司，市值100亿的这种的话，你想我们在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力，对吧？就我们肯定这个，那就跟犹太人一样了嘛。但今天只是没有，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反正我觉得我是一个，还是还在这个方面上，我还是蛮理想主义，想在。有些理想主义，对吧？对，这样说想 起 make 来的时候 something happen，对，说起来的时候有点大，对吧？但是我觉得作为创业者，我还有点大，所以我的想法一直都是 think think big do small，然后 think different do different。这个是嗯。我一直对我坚持认为，作为一个创业者应该去考虑的事情。嗯，非常佩服，非常佩服。我觉得这确实是我们在美国这个社会，所有华人都应该要考虑的问题，就是怎么样让我们这个 group 能够在这个环境下能够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我觉得，就好像你说的对吧？谁是主流不主流，对吧？我在我们就是主流的一部分，对吧？我们应该有这样对，的这种感觉，而不是老是觉得我们是个外来人。我觉得这个确实是非常，大家也都值得思考。嗯，好，那非常感谢这个 Ivan 今天跟我们在一起聊了这么多关于产品、关于 training、关于他们自己的公司，还有他个人的一些这个愿景和想法，我也是学到了很多。我觉得希望这个听众朋友们听了以后也是有所收获。对于这个行业，对于 AI 的理解，对于整个包括我们华人创业者的一个奋斗的一个情况和目标，大家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认知。其实这也是我为什么想做这个节目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希望让更多的华人在这个平台上能够有一个表达的空间，然后更多的去说自己想说的，然后去影响更多的人。然后去make some change，make some positive change，可以是对华人族群，也可以是对整个 society。这也是我呃想做这个谈话类播客节目的一个原因之一吧。嗯，好，那今天再次感谢阿 r 感谢北南，我们聊得非常开心。希望我们下次有机会还可以继续聊一些其他的话题。或者等你们全力上市的时候，我们再给你们庆祝。好，谢谢2位。By the way，
观众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聊天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我们会中文、英文掺杂着，可能是有很多在国内的朋友看到这期节目的时候，可能是觉得不舒服的地方啊，因为我很多的媒体上看到类似的这样的表达，但是就是我们在美国生活也是迫不得已，就有的时候确实反应不过来，或者说就是变成这样了，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感谢你替我说了这句话。我的节目经常会有观众 comment 说这个嘉宾为什么一会儿说中文，里面还要夹杂几个英文单词。感谢你替我向观众朋友们解释了这个。这也是我们在美国生活本地化面临的一部分。是，好，那今天非常开心，谢谢阿文，谢谢北南，我们好，谢谢周友，以后有机谢谢北南，会接着聊，谢谢，好，谢谢大家，拜拜。谢谢，拜拜。